熊本7.1级大地震，房子塌了，人没了，数万灾民无家可归。本该是举国同心救灾、全力救人的关键时刻，结果日本上演的一系列操作，简直颠覆所有人的认知。认认真真出钱救灾的普通人被骂得狗血淋头，身居高位的政客全程摆拍走过场，基层企业冷血压榨员工性命，官方救灾更是漏洞百出，荒唐至极。这到底是天灾还是赤裸裸的人祸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际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，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灾难面前踏踏实实捐钱捐物救人，难道不是最该被尊重的事吗？正常国家肯定都是这个理，但在日本这套逻辑完全行不通。这次熊本大地震，全网最让人寒心、最离谱的争议就是女优田野优的捐款事件。可能很多人知道，田野优在日本是合法从业的 AV 女优，职业完全合规，受当地法律认可。地震发生后，她看到灾区满目疮痍，灾民流离失所，心里彻底绷不住了。第一时间就联合朋友筹备物资，还自掏腰包捐出了300万日元驰援灾区。说实话，300万日元不是小数目，实打实的真金白银。他发的推文也是字字真诚，说看到灾民的遭遇心如刀绞，只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帮大家渡过难关。看到这里，正常人都会觉得这姑娘善良有担当，对吧？可谁能想到这条善意满满的动态底下，热评第一的恶意直接溢出屏幕，有日本网友直接阴阳怪气，钱是脏的，但还是谢谢你吧。小编看到这条评论真的气笑了，小编就想问问这些杠精，钱分干净和肮脏的吗？灾民饿肚子没地方住没物资用的时候，还要先筛查一遍捐款的来源，甄别每一张钱的底色。人家顶着舆论压力捐款救灾，不求名利不求回报，结果换来的是人身攻击和职业歧视。更双标的是，这个职业是日本自己合法化的，是你们国家法律允许、社会默认存在的行业。人家凭自己劳动赚钱，凭良心捐钱救灾，怎么到了救灾这一刻，钱就变脏了？最可笑的是，那些站在道德制高点指指点点骂别人钱脏的网友，没有一个愿意自己掏腰包捐1分。有网友直接回怼杠精，嫌钱脏，那你捐300万干净的钱出来。结果对方直接摆烂，我才不捐，要捐你捐。这不就是纯纯的键盘侠吗？自己一毛不拔，对着行善的人极尽苛责，靠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道德优越感，简直虚伪到极致。反观田野优，哪怕被全网恶意攻击，也没有撤回捐款，没有抱怨半句，安安静静做善事。单论这件事，他的格局、善良和担当就胜过了绝大多数只会敲键盘的日本网友。我们再把目光转到日本政客上，大家知道高市早苗是怎么视察灾区的吗？网友总结得非常到位，奥特曼式救灾只能在灾区待3分钟。熊本8月3号就发生了7.1级强震，灾情紧急，人命关天，可高市早苗足足拖了6天才姗姗来迟抵达灾区，好不容易等到他现身，全程在避难所停留51分钟，听起来好像还算重视，但现场记者直接打脸，这51分钟里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开无关会议、走流程，真正走进灾民生活区，实地查看灾情、慰问民众的时间仅仅只有3分钟。3分钟能干什么？喝口水都不够。看一眼现场就结束，8.4万受灾民众就靠这3分钟的视察完成全部慰问工作，说出来谁信？更让人愤怒的是，他还特意挑软柿子捏，避开了灾情最惨烈、受损最严重、最需要帮扶的8代市，专门选了灾情更轻、硬件条件更好的冰川町作秀，目的性直接不要太明显。为了完美打造亲民救灾人设，官方还精心剪辑发布了宣传视频，全程多角度拍摄，慢动作加持，质感堪比大女主宣传片。更离谱的是，灾区停水停电，满目疮痍，民众流离失所，视频背景居然配上了舒缓优美的钢琴曲，肃穆感没有半分，娇柔造作的氛围感直接拉满。最经典的名场面就是高市早苗坐在专机上双手合十，高空俯视灾区默哀，大家对比一下就懂有多虚伪了。前首相石破茂救灾是亲自跪在避难所冰冷的地板上默哀，俯身贴近灾民，共情民众苦难；而高市早苗是坐在飞机上高高在上，隔空祈祷，连脚下的土地都不愿多踩，连民众的苦难都不愿多看。
看一眼，形式主义被他玩得淋漓尽致，救灾变成了纯粹的个人形象营销。最扎心的是，为了迎接他的到来，灾区工作人员在大太阳下暴晒等候2个多小时，结果他全程匆匆路过，连一句问候、一个眼神都没留给辛苦的工作人员，转头就去专属空调房休息。他待的视察区域提前1天就装好空调，收拾得整整齐齐，而普通灾民的避难所依旧停水停电，闷热难耐，只能挤在简陋的纸板床上哭熬。一边是普通人掏300万真心救灾，被全网追着骂钱脏人品差，一边是政坛高官3分钟摆拍全程作秀，靠着精致剧本收割舆论洗白口碑，踏踏实实做事的人被羞辱，装模作样演戏的人被追捧，这就是日本地震最真实最讽刺的现状。如果说前面的舆论双标已经够离谱了，那日本整场灾后救援的拉垮程度绝对会颠覆所有人对救灾的认知。小编真的忍不住想问一句，日本的灾后救援到底是为了救人，还是为了走流程、拍照片、做样子？首先最让人痛心、最让人愤怒的就是地震中无数无辜员工的惨死，完全是企业冷血和职场压迫造成的人为悲剧。地震突发时，很多超市员工都已经第一时间疏散到室外，彻底脱离危险，本该安全避险，等待灾情稳定。可公司的冷血命令直接把他们推向了死亡。就像那位22岁的永旺超市女生，真的太让人心疼了。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，家境贫寒，3年前父亲离世，18岁就辍学打工，作为家里的长女，独自撑起整个家，辛辛苦苦赚钱养家，日子本就过得举步维艰。地震发生后，她跟着人群成功逃生，明明已经活下来了，却被公司强行要求返回满目疮痍、随时会坍塌爆炸的超市，只为取回当日的营业款，存放好保险柜资金。公司的话看似客气，实则是不容拒绝的强制命令。职场高压之下，普通员工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，哪怕身边有人拼命劝阻，告诉他回去太危险，会出人命，可他不敢违抗公司命令，只能硬着头皮重返危楼。结果刚回去，超市就发生剧烈爆炸，这个努力生活、拼命养家的小姑娘当场殒命，同时遇难的还有另一名无辜员工。你以为这是个例？根本不是。有日本网友发帖求助哭诉，自己的母亲同样在熊本超市工作，地震后顺利逃生，却被公司逼迫返回大楼归还店铺钥匙，最终同样在爆炸中不幸离世。更冷血的是，员工惨死之后，公司没有半点愧疚和赔偿诚意，店长直接甩锅家属，声称是员工自己执意返回大楼，大概率无法认定为工伤，家属拿不到任何赔偿。我真的无法理解这种离谱的逻辑。地震天灾面前，人命难道比不上1天的营业额、一把店铺钥匙？大楼已经震得支离破碎，危机四伏，公司不想着保障员工安全，反而一心惦记第2天的营业，逼着员工用性命换公司利益，这到底是敬业还是冷血至极的压榨？除了企业的冷血乱象，日本官方的救援也是拉垮到了极致。首先是救援效率极其拖沓，7.1级强震发生后，灾情紧急，人命关天。可日本政府足足拖延了6个小时才开始摸排灾情，启动救援。白天发生的地震，晚上才慢悠悠开展施救。更离谱的是，救援仅仅持续数个小时，晚上11点就直接官宣停止救援，理由竟然是到点下班，夜间危险，救人还要朝9晚5，卡点下班。灾区还有无数人被困废墟，生死未卜。官方居然能坦然停止救援，准时休息，这种操作放眼全世界都极为罕见。等到第2天早上才重启救援，整整耽误了1夜的黄金救援时间，多少被困者错失了生机。更讽刺的是，整整救援了1个星期，灾区的坍塌房屋、受损建筑依旧原样，废墟无人清理，被困人员无人搜救，完全看不出任何救援痕迹。为了营造积极救灾的假象，日本政府还大肆造假作秀，蹭热度邀功。防卫省高调宣传称已经为灾区送去300台移动空调，彰显政府贴心救灾。可事实情况呢？地震彻底摧毁了当地电网，灾区大面积停水停电，这些高端空调运过去完全是摆设，没有电力支撑，1台都用不了，只能堆在角落当桌子摆烂，沦为彻头彻尾的面子工程。更滑稽的是，这批空调根本不是政府捐赠，是民营企业自发捐助的物资，却被官方强行揽功，大肆宣传。除此之外，日本官方还规定灾民必须办
办理专属救灾证明书，才能享受救援物资、安置救助。哪怕是91岁的高龄老人，也必须凌晨5点排队办理，足足花3天时间才能拿到证书。没有证书就得不到任何救助。更离谱的是，2次避难的灾民所有食宿、生活费用全部需要个人自行承担，零官方补贴，零帮扶政策。一边是政府挥霍巨资修宪扩军，大搞军备建设，花钱动辄几千亿日元毫不手软；一边是灾区民众连一口热饭、一张安稳的床铺都得不到。所以，日本的救灾从头到尾都是一场荒诞的形式秀，想要活命，唯有自救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